男女边界感大对决。每天通电话，没有在聊工作啦。又不会怎样，聊一下会怎么样？你才没有边界感吧？真见血啊！这行为到底行不行？这个女生都会有一个举动，就是喂我男朋友吃东西。我觉得这是信任感的问题。为什么？我会让男生朋友来睡我家，边界感到底谁说了算？火辣对决即刻引爆！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晚安，你们好。边界感的分寸拿捏，一直都是男女相处之间最大的课题。到底异性之间什么行为可以做，什么又让人家想入非非？今天就来讲清楚、说明白。马上欢迎今天的来宾，还有专家们。介绍我们的第一位林采缇，还有 Echo， 欢迎各位。大家欢迎生活好豪哥，还有康依依，哎呦，还有我们的諮商心理师海苔熊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刚刚一开始带浪有看到一些人，不是只有你们看得到，新的风景哦，并不是只有你们看得到。为了给大家更多不同的面向的讨论观点，女王大人的节目呢，我们现在加量不加价 Yes 特别加入了一些来自各个不同领域的女王团代表。首先介绍格斗宝贝 Super Baby， 欢迎，然后继续介绍人气营养师张佩珍，欢迎佩珍，还有新生代人气演员阿 Q， 欢迎，阿 Q 已经有很多的作品了，是是是，刚好都是不同属性的，对对对不对，对？格斗宝贝让大家多认识你一点。你是玩泰拳还是真的打泰拳？打泰拳，真的有去比赛，真的打人。 Super Baby 那么可爱，对不对？他如果跟男生对打的时候呢，那个边界感很重要哎。对，因为他泰拳常常两个人会抱在一起啊，抱在一起那边牛的，然后一个男生对你那边抱的时候，然后他吃你豆腐，你怎么办？男生比较吃亏，为什么？因为男生比较高，所以我膝盖一抬起来，那个部位很尴尬。直接铁蛋就中了他们。是可以膝击、对可以肘击的。所以那么人气营养师张佩珍来过我们节目了，来过，他来过了。我们节目的属性他很清楚。对，今天分享的都是我们边界感的心情。对，人气营养师也要跟异性做咨询啊，是的，对不对？阿 Q 更别说了，这个演戏呢一定会有要对戏的。对，而且阿 Q 他现在还有一个自己的 podcast，他们也会讨论一些情侣之间的互动跟男女之间的一些就是，你跟他很熟啊？没有，我们都有稍微查一下他们的这个身家背景，粉丝，对，看干不干净，干不干净，干不干净了因？为我们是一个健康的节目，OK，单不单纯的，干不干净？今天麻烦你们用不同的角度跟我们分享边界感，边界感好不好？我们马上第一题来了。到底懂不懂边界感啊？我的另一半让我很不爽哎。我讲一个我老婆的故事好了。他老婆怎么了？讲老婆的故事啊？就是我跟一个男生朋友很好，甚至还可以出国。就是他怕鬼，然后说哦，你跟我同一间住好不好？就是那种很要好的。两个男的住一间。对，然后我好的朋友，我都会介绍给老婆。 OK 然后开车，我就会无聊就会打给那个朋友。 OK。然后老婆也会在车上嘛，他就会接话，接，他们变很熟。甚至他们就是开始有工作上的合作啊，就会一直打电话，一直打，3天打一次，2天打一次，就越来越密集。那都是讲工作事，还是讲生活的心情？前面5分钟会讲工作，后面就是一直闲聊，然后我就觉得也 OK， 因为你们2个都是 E 人，需要输出，因为输出，然后我又是 I 人，我其实有一些话题我不想聊，后头会觉得你们根本没有在聊工作啦。又不会怎样，聊一下会怎么样？他们很熟悉，他们变每天通电话，我每天就有点然后不行，最多是不是半小时，是2个小时。哦，太久了，太久了。然后我就会也太闲了吧，直接走到这已经是不只有交情了，而这很有感情了。这样的现象算可以接受的举手。跟异性哦，对，不行，可以接受，不行，可以也不行不行，没有一个可以，不行，是不是所以？这是边界感啊。边界感。就是，所以我就要提醒他说，哎，这个真的太长了，而且甚至我最后有一点比较火大，我就说，哎，老婆，你为什么 LINE 丁选了他？丁选就是置顶的意思嘛，对，置顶的意思。他说，哦，我工作啊，有一些不能落掉。你现在只能做一个选择，要选朋友还是选老婆？有到这个地步吗？对啊，因为接下来就会一定会吵架了。因为后头是男生朋友会主动打，
但这男生也没有边界感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就必须一直提醒了嘛。所以那个墙不能只有你这边组起来，你要跟老婆一起组起来。有研究发现，如果把一群男人内裤凑在一起，他们其中一个人的女朋友可以分辨这些内裤跟其他男人的不同，但是无法分辨这些内裤本身。哇！也就是说，他会把你的内裤跟你的兄弟的内裤当成是同一件，是同一个那个荷尔蒙的。对，没错。所以其实你的朋友是有一点危险性的。哦，对。他父母应该自己拉开这个界限。对，但是就像刚刚陈哥讲的，当你发现你朋友跟你的老婆有一些比较近的关系的时候，真正要回去是处理你跟你太太的关系。当你没有办法带给他快乐，他才需要从别人身上找到快乐。这么强语了，所以你到底是哪里没办法带给他快乐呢？就聊天的那个情绪价值。而且真的，如果以 I 人 E 人来讲的话，一般而言 ，I 人会去找 E 人讲话。因为他会发现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人，不然你们为什么会在一起？为什么会结婚呢？两个 E 人在一起，一开始会很有趣，但很快就会觉得好累哦，好累哦，要一直在讲话。所以其实你还是很有机会的，但是你要对不起，让我了解一下，你现在鼓励他挽回一些什么吗？还不到挽回的地步。那道墙已经筑起来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其实你的特色是在倾听嘛，你要让他可以有话让听，然后他讲出来你可以听。那两个艺人就没一直讲啊，你能够听他讲话，就是一直输出，一直输出，其实没有在听。所以你要想的不是他朋友何时介入，你朋友何时介入，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听他讲话。我觉得很适哦，精辟哦，顺位的，你很棒，一针见血，好帅哦，他讲得很好哦。对。我之前也是，就是之前的男朋友，他也是跟同事半夜在聊天。那一开始他们是聊公事，那一开始就是因为他是工程师嘛，所以可能半夜可能在解 bug 啊。然后那个女生她就会打电话问他说：“哎，我遇到问题了，我应该要怎么解决呢？”那时候一开始是聊公事，后来就可能会聊今天发生什么事情。不行，最后，因为那时候男朋友压力很大嘛，他想去刺青。我还帮他找刺青店哦，然后那个女生说哦，我也想刺青，他们相约要一起去刺青哎，对，然后我就觉得哎，刺青这种东西不是像你去便利商店买一个东西，它是永久留存在那边，而且有意义的，就是30岁的时候，哎，我跟我同事去刺的，70岁跟孙子说，哎，阿公跟同事去刺的，不是都一直在那边嘛，就会觉得怪怪的，就有共同回忆在那边，然后我就觉得共同回忆，那你也可以跟着去啊。可是我就没有想刺啊，可是他们没有约我哎。是我帮他们找说，哎，这家刺青店不错，但是他们相约去哦，有为这个吵架吧？有一点不爽。我觉得我这个例子是，我觉得男生自己要懂得那个边界感，因为像比如说我的个性比较大拉拉，我常常会跟男生说，哎，瓜哥好久不见，我会这样子勾肩搭背。你才没有边界感吗？可是我觉得女生对男生，我觉得稍微比较还好，反而是男生对女生，如果女生对男生手来脚来还好。可是我不是那种，你好哥怎么？我不是那种，我说哎，好久不见，哎兄弟，这种哎，我就是你兄弟耶。短10秒钟已经碰了我3次了，好生气哦！再碰要付钱了好不好？怎么那么多次要给100块？你们俩熟不熟？还好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告诉你，他是很敏感的哦，你要小心，很敏感，敏感，我已经快坐不住了。哪里敏感？这样会他快坐不住了，快坐不住了。50岁的人很敏感，要不是有摄影师，他就过去了。那么主动。好，但是因为这是我比较年纪小的时候会这样，我现在也会知道说边界感。可是我那个男朋友呢，那时候的男朋友，我就觉得他很奇怪，是他见到我的女生朋友，男生就不会，他见到女生朋友，他就会说，哎，来彩迪抱一下。啊？他说是因为他是国外回来的，然后他说彩迪抱一下。他反而不抱男生，那就本身没道理了。因为我可能就是一开始是先带女生朋友，因为我的闺蜜啊，认识我男友。所有女生朋友她都会说来抱一下，来抱一下，挑长相或是，哎，这个有差别。但我大部分的女生朋友都漂亮哎，所以这个很难。跟你的朋友真的都蛮但漂亮。但是美国的这个所谓的 hug 抱一下是就是很自然，只是。对，就是会这样子而已。但我觉得他很奇怪，是他一讲完说就是哎抱一下，然后我女生朋友就觉得哎好，就是上去抱完之后他会这样，你好香哦。哎呦，可以忘了啦。No， 我觉得这个很恶心哎。每个都闻一下。对，每个都会说都会称赞他。但我觉得。还是这么大力，听得到他的吸的
都要闻一下，缉毒犬，缉毒犬有没有带违禁品？他没有说香味的话，也会说哇，你皮肤很好。不行，称赞他，称赞他，或是抱完没有讲话之后回来就说哇，你今天穿迷你裙好辣。不行，这个应该性骚扰了吧？对，可是他觉得这个是一种称赞，然后我会觉得有点猥亵。可是因为那时候爱在走，你知道，就喜欢这个爱在走，爱在走，对，爱要走去哪里呀？爱在走，是啊，那时候费洛蒙在分泌，对，就还在喜欢他，所以你就会觉得你会有点想要假装没有看到，或者是你就会蒙蔽自己双眼。哦，你是不喜欢的，但是你必须接受。对，可是我不想被他觉得说我好像很小心眼，因为很多男生会揪着这一点说你就是很爱吃醋啊什么这种的，我就觉得我好像不能这么快，对，还在女生很爱假装大方，完全理解，对，爱假装大方。目前为止觉得这个状况是有状况的，来，完全有状况啊！圈，对吧？等一下，他说一半，什么？是我觉得闻太夸张了，因为我本身是女生朋友比男生朋友多很多的那一种，所以我以前无害啊。对，所以我以前对就是跟女生相处都是很body 的。刚交女朋友的时候，我一样就是跟女生聊天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坐椅子在咖啡厅，我就是会这样子坐，然后手会放在这边，不会搭肩。就像这样聊天，哈哈哈。并不是搭肩，是放椅背上。或是聊天会这样讲话，或者他没边界感，这就没边界感，完全没有。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所以我女朋友念我之后，我才知道，慢慢的习惯说，哦，原来交女朋友之后就不可以这样子。所以我那时候觉得他可能还在转换，他就是你要教育他。我觉得他做的更多哎。对他的闻就有点夸张。还有说他皮肤好，是抱完之后说他皮肤好，表示他有摸或什么喽？因为他已经在感觉。对了，我觉得摸对。我觉得你的那个前男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前男友嘛。对啊，前男友。他在感觉友谊以外的东西。对啊，对，我觉得他有点在测试他，如果女生觉得好像变得很开心的话，就可以再进一步。对，他就有机会，是不是可以？变个跑道变成他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下交流道，对，想变一个频率连接一下。对，我觉得他可能再试试看，因为其实到后面我的女生朋友有特别约我吃饭，然后一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哎，那要跟他说了吗？说什么？然后我就有种你们已经开过会讨论过一件事情要跟我讲的那种感觉。他就说我们都觉得这样不舒服，我觉得他很奇怪，而且他私下说我们已经交往了，我很崩溃了。没有，已经连接过了。没有，他就是一直说我的女生朋友来特别跟我说，他觉得这个男生这样不 OK。先不要管那个他的那些肢体拥抱是不是踩线。你知道这个男人他在用一种操纵的手段吗？什么操纵？操纵就是当一个人进入一个空间，会把东西乱摆，或者是说他就会把手张开，然后代表他在这个空间里面是比较有权力的。所以他把手张开，不论去抱你朋友，或者是像刚阿 Q 这样子，一只手放在后面，你就是在这个空间掌握某种权利。没有权利的人通常会缩小一点。所以你在这段关系里面，如果待久一点的话，你应该会被 PUA。你说像什么煤气灯效应？对，因为他会开始用这种这个没有啦，这个其实只是什么，就听就相信你又爱一直在走。对啊，我就是爱在走啊。所以你就会被他给这个洗脑。爱在走。对，我的确是很容易。应该是很容易被软土生绝的人。哎呦，漂亮！郑见贤啊，漂亮，好赤裸，软土生绝。到目前为止 ，Echo 跟你的事情都在于你们自己没有跟另外一边人沟通清楚。对，不小心的变成整件事纵容了。纵容。对，可是我觉得另一半自己也要知道这件事情，都要需要教育一下，一个巴掌打不响。对啊，不能说是我的问，都是。所以这部分的舒不舒服必须沟通。你不能让他自由发展。对，我是之前有在一起有一个男朋友，那他有一个好兄弟。那个好兄弟也是那种农历7月才看得到，对吧？农历7月才看得到。不是，快到了。在一起不是在一起，那个好兄弟也是就10几年的好朋友，从学生时期就开始。那个好兄弟有一个女朋友，那女朋友跟那个好兄弟也是在一起超久，8、9年那种，所以他们3个就非常的熟嘛。那后来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，当然我们就常常2对会一起出去吃饭，然后做很多活动等等。然后一开始呢，我就发现。我们一起出去吃饭，不是大家通常都会 share 自己吃的东西吗？大家点不一样的。我就一开始就发现这个女生都会有一个举动，就是喂我男朋友吃东西。然后她男朋友也在旁边。对，重点就是她男朋友在旁边就一副好像
理所当然吗？理所当然，然后他都会说，就是那个女生都会说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然后就直接这样喂就嘟过去了，就嘟过去了，然后连用他的筷子，OK，然后连饮料都是一起喝，你要喝一口看看吗？你要喝吗？然后我男朋友就会直接拿过来喝。那他的自己的男朋友不会介意？可是他们认识快10年喽，快10年，对。他们对，没错，快10年。这个部分我会列入考虑，因为他们在太久了。因为当下她的男朋友都没有怎么样，所以一开始我也是呈现那种觉得，好吧，她男朋友也没有觉得怎么样，我就是也是那种假装大方，心里其实我已经不舒服。他爱在走了，对，爱在走，忍住。可是后来不要再走了，到底要走去哪？走太远了，对不起。鹅卵皮哦，就越来越多次啊，然后直到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，是因为。不止我们2对出去的时候，就连大家一起。有一次就是在一次好像烤肉的场合，他也会在大家的面前，然后直接就是筷子夹那个烤肉给我男朋友吃。这是一种宣示主权吗？对啊。觉得，然后她男朋友又一副那种无所谓的样子，可是他们感情是超好的哦，你懂意思吗？然后我也对那女生也蛮熟悉的。那女的对你有点什么样吗？你们之间有没有？其实没有。那个女生是一个非常外向、可爱的，比我年纪小的女生。所以你会一直怀疑你是不是太小心眼了？对，我就觉得我不觉得那女生有跟我男朋友怎么样，可是这个行为真的让我不舒服。可她也不是想跟你宣示些什么，对不对？我感觉是没有。是我也会不舒服但我觉得很不舒服。这个行为在你跟你男友之间有出现吗？你会喂他吃东西吗？你会互喂吗？不会，我还好，他会喂我，我比较不会喂他。我目前听起来，因为我把那个10年的参数放进来的话，我觉得一切都合理。是啊，我那时候也把这个参数放进去了。我后来也有直接跟他讲，在那一次之后，因为那一次我会讲，是因为不止我看不下去，因为那一次烤肉，我那个男朋友他妈妈也在，结果他妈妈竟然先主动跟他讲说，他说他觉得你这样不太他妈妈说，你这傻不？然后我就直接跟我那时候男朋友说，这个行为真的怪怪的。对，我就直接跟他说，我知道你们没有怎么样，我也没有怀疑你，但是这个行为真的让我心里很不舒服。OK。对，然后他也真的，他没有把边界感树立起来，我懂你意思，对不对？他们就是让他熟。男生要自己知道，因为男生我觉得你可以自己说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来就好了啦。对啊，或是他夹给你就用手接啊，或是什么对各种方法。你说他夹烤肉给你，然后你用手接的，没有的，好躺了。丢给我接。所以林采妮提供了一个新的思维，就是说不管熟不熟，一种不同程度的。还都是边界感还是要出来的，是这意思。太过亲密了，因为边界感就是你给对方的一种信任感。我们情侣之间的信任就是从这种小事开始。我觉得大家知道那个人生最一开始有欲望的器官是哪里吗？大家知道吗？眼睛、大脑、嘴巴。对，是嘴巴。不信的话，你把舌头往上，然后在你的牙龈后面。稍微移动一下，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种痒痒的感觉？好痒哦！对，是我们嘴巴是一个最敏感的器官，就是在原始欲望上面，所以它看起来像是要喂你男友吃东西嘛，但有可能他喂的东西不只是东西而已，还有一些爱的成分在里面。而且他一开始喂男友吃东西。我会想要拥有某种东西，我才把我的东西给你嘛，所以我一开始是喂你，可是实际上说不定他真的想要的是你男友的什么东西给他吃。什么？另一半没有边界感，情场浪子也受伤。女朋友，然后呢，她就是呢有蛮爱喝酒的。然后一回来，然后就一圈的牙齿的痕迹。他说就那个谁，他喝醉了啦，他咬我啊。最可怕的不是你的伴侣被咬一口，被伤过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他真的想要的是你男友的什么东西给他吃。什么东西给他香肠啦？不是啦，就是他也喂他吃东西，一个互动的概念。因为有时候爱是想要被爱回来，所以他那个爱可能是就是想要你男友有回馈。所以喂食这个动作，其实它可能是有一些性暗示的。应该说喂食这个动作是有爱的暗示。你想想，你从小到大是不是只要有食物你就会爽？
而且食物通常会跟爱连接在一起嘛，爸爸买一个蚵仔米爽回来，妈妈买个什么回来，所以它是一种照顾的特色。可是因为你的个性可能比较稍微强势一点，就是比较不是照顾型的，他在这里得不到那种照顾的时候，他就会从别人身上得到照顾。然后我觉得这个爱，他刚刚说到重点了，他是哪一种爱？是亲爱，是友爱，还是那种？或是他自己也搞不清楚。对啊。maybe， 我觉得有可能，所以可以从旁人去提醒他，而且他有一个保护色，他就说，我对大家都这样，然后让你更哑口无言。我跟你讲，那时候呢，反正有一个女朋友，然后呢，她就是呢有蛮爱喝酒的，然后呢，她常常就跟一些她的好兄弟，那她好兄弟呢，就是可能是我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，然后常常就是喝得很晚，去夜店啊，各种地方唱歌啊，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反正喝到会找不到人。那我记得有一次，他就回到家之后呢，然后已经也很晚了，然后就醉醺醺的，然后我当然清醒了嘛，因为我没喝，然后一回来，然后那个衣服这个什么一脱这边，就一个脖子跟这个肩颈这边呢，就有点红红的那个种草莓，O C 这样子，种草莓，然后我想说，这什么东西？然后我再仔细一看呢。就一圈的牙齿的痕迹，哇，被咬在那儿就对。对，这边又被咬，然后谁咬的？还有被吸血鬼，因为会红，表示有被吸。对，你知道吗？又咬得很用力，所以那牙齿很清楚，齿痕很清楚，齿痕非常清楚。对，然后当然我问他说这是什么，然后他就是在那边，因为他也有点醉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就那个谁，他喝醉了啦。他咬我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觉得说奇怪了，你怎么就这样子让他咬？对啊，然后就一副就是说是对方喝醉，不是他的错。OK， 对，然后我就有可能啊，我就觉得说你这样子刚丢，对不对？如果说今天我在外面被一个女生这样子咬，喝醉，然后我回去，然后说就他喝醉啊，他还咬我什么什么的，那他可以接受吗？OK， 结果后来他就说，就一副还站在那个男生那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帮他解释，还帮他解释说怎么样，然后我就很不爽。OK， 那就算了，当晚就算了。第二天我起来之后，我觉得那口气咽不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起来跟他吵，对，咬那个男的，一起来就看到那个齿痕更明显，还在那边，然后我就在跟他吵，然后就他就还那边就是说。就是他喝醉啊，那又不是我的错，又不是我咬他，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就站在他的那个好兄弟那一边。那好死不死，他那个好兄弟呢，其实我也认识，我有他的 Facebook。好，你这边你不给我个交代是不是？我就 Facebook 我就密他，我就 message 给那个男生。对，我说不好意思啊，那个现在这个某某某他是跟我在一起，你知道是我女朋友。不管你知不知道，但是你下次喝醉的话，请你不要再咬他。帅了！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还拍了一张照。我还拍了一张照传给他，我就趁他把他的齿痕拍给他看。对，我趁他在睡觉的时候，我就拍了一张。怎么咬成这样？对，就很离谱嘛。对，然后那个男生就收到这个简讯之后，他就跟我道歉。他说什么我不知道，我喝醉了，我不记得了什么什么的。但是呢，他又去跟我那时候女朋友讲。OK， 结果那时候那个女朋友呢，她又不爽了，气炸了，她就来凶我，她来凶我，她说你怎么对，她说你怎么可以去跟那个谁讲说什么这个什么的，怎么样，就一副就说好像我很在那边多嘴，你知道吗？好像他们是一国的，对，他们是一国的，然后变得我好像是很避暑的小女人在那边介意他那个什么，你知道这种事情，然后呢，果不其然，到了下一个 weekend，OK。下一个 weekend 呢，然后这个事情就有延伸了。那我就跟我的朋友出去喝酒，他就又跟他的朋友出去喝酒，然后呢续团嘛，以前的续团反正就是都会 KTV 嘛，然后呢就在那边，我在那边那个大厅等包厢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我这个女友在那个等电梯，她旁边又一个男的，但那个男的呢我不认识，但我就看到一个手在她的腰这边搂着，然后就有点这样上下游走，哇，我就。这不行，你知道吗？那因为我喝了酒，然后我就整个火就上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直接就很不爽，然后就我旁边一个那个老外朋友，他比我更冲动，他就直接就冲过去，然后就去跟那个男的就肢体上就叮铃哐啷了 ，OK， 然后结果呢，我那个女友她就
就是说还在那边拉嘛，啊误会了，这个是我的好兄弟啊，什么很多年的好兄弟什么，你不要这样在那边劝，对，就又搞了，就又是我误会了。这个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像你刚刚那样碰我是 OK 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搂腰，然后再上下游走，还到那种胸部侧边的话，不行哎，那怎么可以？摸就太多了，对不对？算是一个对人非常和善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觉得他的个性也是有点像男生。他虽然长得很女生，很漂亮，然后他又警告我，他就说那个你要小心哦，你跟我在一起的话，可能我们会。就是说很容易吵架，或者说一些自己有讲，他有点在先打预防针，对，先打预防针，有点暗示我这样子，结果果不其然就是发生了一堆事情。我觉得你最可怕的不是你的伴侣被咬一口，而是你的心被咬一口。你为什么心被咬一口呢？其实那个咬，我们心理学叫可爱破坏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小仓鼠就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，好想咬它。猫咪是觉得很可爱，很想有一个咬的欲望，对不对？人对于可爱的东西都会有一种想要咬的冲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可爱到我已经受不了了，占有欲，所以咬下去可以让大脑那个冲动降低。所以可见得那时候，假如他不是真的那么醉的话，他是想要把那个冲动抵消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你看你后面感觉最差的是，他一直站在对方那边。对呀。所以你可能要思考说，那时候的女友已经多久没站在你旁边了？她都站在别人那一边。你看搞了半天，现在目前都是距离造成的，对，都是互动造成的，对吧？身体距离跟心理距离。一定有。你有在当教练对吧？对。有没有跟学员怎么样？边界感谁说了算？女生可以，男生不行。另一半单独去异性朋友家做客，没办法啦。你为什么很犹豫？因为你觉得你可以，他不行。哦，双标，也可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是信任感的问题。还是你有自信，你可以打爆他？对，我也有绝对的自信。有没有跟学员怎么样接触？就是会帮他调整动作。怎么调整来？示范。来这边手要帮我拿高一点，来手要贴好，这样还好啦。收紧，肚子这里收紧。打他，打他肚子，打他肚子。放松。扛打，太轻了，太轻了。哦，再来打拳。膝盖。哦，帅哦。这样还好啦。但是有一次比较特别的是，我在叫他做深蹲这个动作的时候，陈哥，请你转背面。对，他会轻轻的告诉你在哪一个部位要用力吧？我跟你说这边要收紧，然后这边还要帮我挺起来。对，好，身体这边肩膀可以放松。好，然后结果他怎么样？还好吧，到目前为止。但是就是现实动态那个学生PO出来的画面，我碰他，然后我转发，我没有想要那么多。但我那时候男朋友看到很生气。目前怎么样吗？对啊，这还好，我也觉得还好。难道教练都用口述的吗？他觉得不可以，还是用爱的小手，用爱的小手比较严格，他觉得不能去碰到异性的身体。可是你的工作没办法，这是工作。对啊。可是他反问我说：“那如果我这样去碰女生的身体，你能不能？”他是为什么碰啊？他也是泰拳。你男朋友也是泰拳的。如果是工作，我也觉得 OK 啊。对啊。分得很清楚啊。对。那就是他纯属个人问题。还有一种你自己的案例里面，在辅导的諮商案里面，有曾经接触过什么比他们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例子？就是有一个真的是比彩婷那个更困难说明的，比方说他们是全家一起出去吃饭，男生跟他女朋友一起出去吃饭，然后里面包含他的家人，然后吃饭的时候很奇怪，他不是喂哦，他发现他妹妹会坐在他男友的脚上。什么？就亲妹妹，对，亲妹妹。他说我们都已经做了这样子做很多年了，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会做。男生的妹妹坐在哥哥脚上。对，然后男生还说你们家不会这样吗？谁家会这样？男生的妹妹坐在脚上。对啊，然后大腿上，对，坐在大腿上。哇塞，对，就是大概就是两个也都成年吗？对，两个也都是成年了，20几岁的人，比较少见。对，然后后来呢，他就很不好开口，一直问他男友说真的是这样吗？大家都这样，他很想回去问他姐妹啊。正当他在问他姐妹的时候，他男友跟他说：“你今天这样子让我在家人面前真的很没面子。我从小跟我妹都是一起洗澡的。”洗到几岁吧？对，就是到现在还是一起洗澡，不行啊！然后他就觉得这他没有办法接受。可是这也讲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刚刚有的边界感可以，有的不行嘛，对不对？
边界感每一个人的那个可接受范围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当你跟他有不一样的时候，你要说出你的感觉，对，他不会知道说这个是不行，对，是不一样的。但你不一定要强迫改变他，他如果无法改变，你受不了，那就改变下一位。可是我说出我的感觉，是我只要说出你这样做我不舒服就可以了。你要反过来说，之前在那个 reels 看到有一句话，我觉得非常好，然后我们要学会表达情绪，不是情绪化的表达。你这样做让我很不爽，情绪化的表达。我刚刚看到，要先讲现象，我刚刚看到你坐在大腿上。其实我心里很难过，这叫做表达情绪。要说情绪，我先讲就是表达情绪化的表达。哎，漂亮。啊，先讲我看到了什么，让我感觉怎么样，这样子。你用你开头，通常就会情绪化表达了。哦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可是现在人呢，因为心直口快，大家的生活节奏又特别的快，在这样的迅速的情况之下，想什么就说什么的人越来越多了。所以情绪化的表达变成大家的强项。对，可是表达情绪反而找不到方法。要练习。接下来第2个环节来了，边界感大调查。怎么调查？这些行为你能接受吗？准备第一题。第一题，另一半单独去异性朋友家做客，单独哦，可以接受吗？请作答。做客。没办法啦。你为什么很犹豫？因为你觉得你可以，他不行。我就知道。你看吧，你光双标，double standard， 双标。你还是差还是缺还是一半？他很犹豫啊。他说他可以去，但是他对象不行。你相信你自己，但不相信另一半。我也是。你也是一半。我觉得这如果足够的安全感，然后或者我知道他。那个女朋友跟那个男生的关系，其实我会觉得还好。哦，我也一半，我也一半。对，可是我有一个经验是我之前的女朋友，她会去她前男友家，不行。而且原因是因为她说她奶奶很爱她，她奶奶快不行了，剩没几天了，所以她说她这会不会是借口？对啊，因为她奶奶现在还在啊。我们已经分手10几年，然后她说因为她每天都要去跟那男人吃早餐，干嘛，她奶奶很喜欢她，所以每一次我们约会之前，我都要等她从她男朋友家、前男朋友家吃完早餐，陪她奶奶玩，我们才可以说，哎，那下午几点她有空？太有趣了。对，我觉得这就是不行。可是如果是我女朋友的很好的好朋友。也不能太多啦，就那1、2个那种我真的很熟的那种，我觉得还 OK。哦，那种红粉知己。对，因为我也是很相信自己，就是可以跟女生有就没有就没有。对，就是不会的就是不会。对。你为什么可以？你人好，就一个独处哦。独处。那女的可能你也没有那么熟哦。可以。也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这是信任感的问题。就是我爱人不疑，疑人不爱。还是你有自信，你可以打爆他。对，我也有绝对的自信，绝对自信哦。我会让男生朋友来睡我家，哎，你会？对。但不是睡在一起。住哪里？我们要记录一下。但不是跟我一起睡，就是可能睡客厅。可是你自己住。对，我自己住。然后男生朋友可以睡你家沙发，就是认识很久。这样你男友不会生气？生气吗？对，那你不知道他会生气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不知道他会生气。对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因为我没有跟他说。边界感不同。边界感不同。我没有跟他说，我甚至觉得完全不需要说，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在干嘛。女神谈爱差很大，一个动作就被淘汰。我的现任男朋友，他就会去别的女生，例如说一个健身影片，他说超正，但是我去看那影片，他真的很正，我就觉得OK。我不行，因为我有 PTSD，就是我有创伤症候群，因为我有一个之前有一个男朋友，他就是到处都会这样，他试探你的限度，爱在。我甚至觉得完全不需要说，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在干嘛。对啊，我不会让他又是另外一种嘛。对，哎，像这种可以处理吧？就是你清楚你在干嘛，但是对方也要清楚你清楚你在干嘛。对，所以你要把你想的告诉他，单方面清楚。因为搞不好我觉得你开个门给我进去喽。对啊。可是我会觉得，你如果生气，是不是不信任我？你如果信任我的话，他也可能不信任那个人吗？可是就是边界感的问题。对，不是。可是8年的好他如果生气，通常不是不信任你啊，是不信任他自己。他不信任他自己可以留下你，在你身边。但是这就要更要沟通，你要跟他说，
你是最棒的，你是最棒的。这0到100差太多。真的啦，你要突然爆冲的原因是什么？跟你真的，当你给他信心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多一点空间。是最棒的。对 OK，但受我影响，受我影响。但我必须要讲，就是我也是跟你一样举拳，你也举拳？对，但这个也是我其实就是我是过来了，终究是过来了这样，就是我也是跟对方讨论说可不可以去别人家，然后也有到那个可不可以睡到别人家这件事，因为有时候很累啊，然后工作很晚啊，那你又不是睡同一间这样，后来我就抓到一个诀窍，就是说可以单独在某一个人家，那我们两个共通的这个协议就是不可以过夜。对，OK，就是你们自己去抓一个你们都可以接受，他也可以去他朋友家，他可以一整天都在那里，但是他不可以在那过夜。那我也是一样。但是你要不要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有没有亲密行为，你根本15分钟就解决了，也不用在那边过夜。要把自己的经验讲出来，懂的都懂，对，把时间讲出来。我的意思说，如果他们真的要干什么的话，你到底有什么问题？你是不是头发吹太高了？因为全部都刚到这边来，把理智都吹掉了。国豪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我们不可能控制伴侣的身体，对啊，所以你只能控制你跟他的沟通。漂亮，漂亮。漂亮，说得好，来，第2题，来第2题喽。哎，哇，这个另一半在异性朋友自拍留言回复爱心，超正，好帅，这样的行为你能接受吗？请作答。这个还好啦，这个还好，这还好，这个大方一点嘛。要很确认说他们之间的关系，才能决定他留这个言的定义在哪里。什么样的关系是你不能接受或可以接受？来，就是他各讲一个。真的对方很帅，你也认为的帅，都没自信的回答呀。你就不行了，对方真的其实还好，然后他说他帅，然后你觉得是鼓励？你觉得是鼓励？你给人自信鼓励不对 ，OK 啊。对。可是他真的帅，你觉得就是有威胁？哎，不行。有威胁对方帅他反而不对，威胁感。太没自信。长得很抱歉的留就是鼓励他，就做善事。等于你把他当成偶像，你有崇拜，你有那种，你对他有幻想。可是他如果你觉得怎么样都不会赢你。也 OK 啊，你留尽量留，给他自信。你的一半有什么想法？我也是会去评估她到底是不是真的漂亮，是不是？就是如果是日行一善那种就可以。你跟他交往，你跟他交往，你们俩是一样。朋友型的鼓励。可是如果有威胁，就像彩婷那种超正，哦，真的会气到爆。可是他讲事实应该还好。对啊，林彩婷，等一下，你突然气，他就算讲事实。他底下全部都是你的粉丝啊！我的现任男朋友，他就会去别的女生，例如说一个健身影片，他会说超正，也就是女生的我们的朋友，他也会这样讲。但我觉得 OK， 因为我也会去看。他讲的是认识还是不认识？他讲的是你认识还是不认识？认识的，但我不熟。但是我去看那影片，他真的很正，我就觉得哦 OK。可是他们说，我会觉得他是讲事实啊。我不行，因为我有 PTSD，就是我有创伤症候群。因为我有一个之前有一个男朋友，他就是到处都会这样。我一开始觉得是不是我又是很小心眼，可是他是特别会去那种，比如说有运动内衣或者是比基尼的下面的这种朋友，或是非朋友也是，只要是女生认识不认识，只要正他就有，对，他就写，他就爱，对，他就会撒网，而且他不止他讯息也会。就也会说哦，他就是哇，你看起来好正哦，或是哇，那女生可能说啊，这蛋糕好吃，然后就穿比较低胸，他就说才没有你可口。这个性骚扰了吧？多了啦。可是我觉得那些女生很开心。唐莹怎么认识？这是你的问题啊。我跟你讲，这种人很多。不会。因为真的很多。他其实在试探的。我觉得在你的你认识的特别多，其他人还好。好吧，这就是我衰了。这男生也在试探啊。真的很多，我觉得很多男生这样。他对你有这样吗？他对你有这样吗？他也会说一开始也是，一开始是你很可口。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被吸引，他就是用招式啊，同一招，然后我就中招。爱在走，只有你是中招。干嘛拿我们的反自己剪好不好？还要劳驾主持人呐？哎，其实我觉得 Echo 跟佩珍你们两个比较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第三者不一定会长得比就是原配或正宫漂亮，没错，常是人是很开心。
对耶，对耶，就是因为对方身上有你们没有的，他才需要另外一个人。你们一个这么好看，一个这么帅，那他为什么需要跟你找一个一样的呢？所以真正危险的人是比你丑的人。哦，很有道理。对啊，没有想过。你都这么好了，为什么要找他？真的，我的条件太好。你不觉得有时候很多感情发生到后来，你很气吗？为什么会这么选他？一点比那少。真的。他长那样哎，为什么？你们都这么顶了，你们都长这么顶了。你按爱心，我觉得顶多了，就是我有看过，我有已读，朋友有发这个，我 OK。你就是回什么回，因为你是有选择性的说我要写这些字，我想称赞你，我想要得到你的关注，情绪来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其实当这个状况发生，不需要有情绪。问清楚在干嘛，就记得表达情绪，而不要到后来练习一下情绪发。我看到你在 IG 看了3次赞了。你是3小，这是情绪，这是情绪，情绪化表达。我看到你在 IG 按他爱心了，我看了觉得有点不舒服，好可怕。对，这样好恐怖。好好讲。像你这样讲话，对方听完就知道会有生命的危险。孙国豪边界感超强，全都因为创伤症候群。女友跟 gay 蜜出国睡在同一张床 ，yes， 当然可以呀，他就是 gay 啊。没有很多 gay 是他本来也是喜欢女生的。我觉得你的幻想里面有很多。对啊，还有很多。我有 PTSD，OK。看了觉得有点不舒服，好可怕！对，这样好恐怖。好好讲。像你这样讲话，对方听完就知道会有生命的危险。晚上睡不着觉。那我要笑还是不笑嘛？到底要怎样嘛？我觉得有情绪起来就要表达它。我觉得会让状况会得到很多的改善。对，来哦，有下一题哦，下一题。第3题啊，漂亮来。男友帮公司女同事买生理用品，这样的行为你能接受吗？生理用品，你买生理用品，自己不会去买哦。要很精确的讲到公分、厚薄度或品牌的话，我觉得这就太私密了。可是你不讲公分厚薄度，我要怎么买？对啊，我觉得男生没有那么。所以你要买啊，所以你要去买。就是如果可以买啊，就你要讲清楚的。情况紧急的话，可能1次。其实我可以接受。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没办法，我年轻的时候一定这样，或者是这样。可是我在过了50以后，就这有什么？所以你有帮谁买过生理用品吗？大概有吧。有妈妈，印象中很像买过一次，也是帮他一起团购带的，顺便带。就那种还好啦，我没有什么，这还好啦。来，孙国豪，你怎么反而不行？你们 gay 些什么？这个就蛮怪的嘛，你可以自己去买啊。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买？为什么一定要麻烦人家的？他可能正在流啊，就是他可能就坐在厕所里面，需要帮忙。你如果说真的是很 emergency 的话，那我觉得是另外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是 emergency， 这个比较就是说。有点在那种塞奶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帮我买一下啦。哇，好热哦！这有什么好塞奶的？你说买便当，你顺便买一下。我跟你讲，什么牌子？好哥，我觉得你的幻想里面有很多 bitch。对啊，还好。各种的 bitch 类型。买饮料顺便买。你知道我被伤过了吧？被伤过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很多我有 PTSD，OK。我也有，黑料裤手都是不好。你上面都是那个。有一次我们开车，然后我们是比较快要到那个露营地的，然后那个就有其他车的说我们比较晚到，我们先去超市买东西。你们需要什么？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买这个？这样可以，可以啊，就帮忙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子可以啦。对啊，就但不能买到好像很熟悉，说彩提那个来了，我知道他是用什么23公分，什么多少什么牌子，那种不行。对，这就有点怪。就紧急的帮忙可以，对，帮忙可以。这种放在心里的帮忙就怪了。不行，对。可是我觉得男生也可以自己想办法拒绝啊，就是说，那我请那个女生去帮你买，我对这东西比较不熟，男生自己要。主动把边界应该不要先找，优先顺序先找女生。对啊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，这女生也。所以你们自己女生需要生理用品，尽量先找女生帮忙，不要不得已才找男生帮忙，好不好？这也让大家都知道一下哦。我们把游戏规则建立起来嘛，否则是尴尬一点。有道理，是尴尬。女友跟 gay 蜜出国睡在同一张床，这样的行为你能接受吗？ Yes， 当然可以啊 ，Why not？
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行？为什么？ gay 还好吧？没有很多 gay 是双性的，双性的，其实他们都有双性都过是 gay 蜜，而且 gay 一开始他本来也是喜欢女生的，是后来可能才改成喜欢男生。他就是那种60-40、70-30。你们对人类的敌意好重，内心好黑暗啊！还有什么64？为什么可以？来，你说。他就是 gay 啊。对啊，他就是 gay， 没有原因就是 gay。好，我知道你的说法。来，康英。他就是 gay 啊，而且你知道吗？他们呢，其实看到女生的器官或者会觉得恶心，对，恶心吗？他们都对海鲜过敏。来，佩珍。可是说不定它可以两用啊，就是它是两用。哎，我想问问 Echo 跟佩珍，如果他是跟女生一起出国，睡同一张床，你们可以吗？你女友跟女生一起出国，同性？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的男生，那你们怎么不会想到那一个女生？对啊，有可能，没错。那就3个一起啊，我们就3个一起嘛。你这双标的，第一者，奇怪哎，双标，双标，太突然了吧？马上抓出来。来，那 Super Baby， 你需要问你什么？就算他是双性，可是你女朋友很直啊，不会喜欢他啊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只有我们2个举一半，你为什么一半？因为我觉得你在心理性上好像是一个一直在探索的过程。我现在认为我喜欢男生，可是搞不好在某一个特定的情境下，我会发现我对女生也很有兴趣，因为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他是没有性别之分的。他给你恋爱的感觉，你不会在意他是什么性别，所以我觉得不要制造任何可能会有危机的，不要给自己这种试探，不要。而且你在异地。有不同的氛围感，对，灯光美，气氛佳。喝了什么东西？对，灯光美，气氛佳。对，你的氛围改变，你对他有一点点兴趣就好了，不一定是怎样的兴趣，就是你对他有好感。擦枪走火，那个都是百分比的不一样。对，非常非常的好。哎，我觉得今天聊的边界感聊得挺好。是不是我们异性之间的相处，说简单也算简单吧？互相尊重，简单，算简单吧？我觉得简单。说复杂也蛮复杂的吧？有，因为每一段关系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所谓的舒适距离，不一样啊。你要怎么去画那个界限？希望大家在两性关系的相处里面的界限清晰，进退得宜。OK， 好吧，祝福大家，祝福。女王大人，我们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拜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